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最佳男主角影帝肖战凭《藏海传》斩获7项提名，用沉默的表演打脸所有质疑。肖战金莲花奖最佳男主角提名，这行字在热搜榜首挂了整整一天，话题阅读量飙到2424.1万，互动量24万。但比数据更扎眼的是评论区里一条高赞留言：流量演员也能争影帝，金莲花奖是不是被绑架了？争议背后是《藏海传》一口气横扫7项提名的爆炸性新闻：最佳电视剧、最佳导演、最佳编剧、最佳摄影、最佳男主角、最佳女主角、最佳男配角，几乎包圆了所有核心奖项。而肖战这个曾经被贴上顶流标签的名字，如今和于和伟、黄轩、谭健次等老戏骨并肩站在了影帝角逐台上。《藏海传》的7项提名可不是粉丝打头能换来的。金莲花奖的评审标准向来严苛，但这部剧硬是靠实打实的硬核细节征服了评委。总导演郑晓龙和导演曹艺文联手打造的东方权谋美学，从第1集开始就埋下伏笔。40集的剧情里，伏笔密集到观众自发当起野生编剧解密线索。比如剧中涉及的堪舆术、营造法，全都有科学考据，而不是靠玄学开挂。更夸张的是，场景搭建全部用纯实木工艺，服饰造型精准还原明代风雅，连非遗技艺昆曲、皮影戏都不是背景板，而是推动剧情的关键元素。这种细节控直接反映在市场数据上，央视8套收视率 1.739%， 近5年古装剧冠军。优酷站内热度历史第一，云和正片播放量破30亿，就连人民日报都点赞，称它是有效传播中国文化的标杆案例。但最让人意外的是这部剧的海外影响力，通过 Disney+ 覆盖190多个国家，还被韩国 SBS 电视台引进。这是继《还珠格格》后25年来首次有中国剧登上韩国主流平台。有人说这是国剧出海天花板，但更准确的说法是，当国产剧不糊弄观众，世界自然会买单。肖战在《藏海传》里的表演彻底颠覆了大众对流量演员的刻板印象。他演的藏海是一个背负灭门之仇、10年隐忍的谋略家，角色复杂度远超传统古装人设。导演曹艺文透露，肖战为了这个角色做了份详细的成长线 PPT， 哪怕跳拍也能精准定位人物状态。剧中大量文言台词和专业术语，他全部原声呈现。一场和师傅对峙的戏，没有嘶吼咆哮，仅靠眼神和微表情就把绝望与克制演得让人揪心。尤其第7集结尾那段2分钟的面部特写，肖战仅凭眼神流转就完成了从震惊、愤怒到决绝的情绪链条。这种收着演的难度远比外放式表演更高。对比他早期的作品《陈情令》里为无限的张扬余生中顾魏的温柔，藏海这个角色几乎抹去了所有肖战标签。有观众调侃，现在看他演戏，先注意的不是脸，而是他眼皮怎么颤，嘴角怎么抽，微表情成了新考点。这种从靠脸吃饭到用演技说话的转变，正是金莲花奖评委把他列入影帝名单的关键原因。《藏海传》的7项提名，意外掀起了行业争议的暗涌。同届颁奖礼上，范丞丞凭借《小巷人家》入围最佳男配角，直接被观众质疑金莲花奖公信力滑坡。但肖战的提名反而没什么人骂，因为和他同台竞争的是于和伟、黄轩、谭健次这些公认的演技派。这种对比背后，其实是市场对流量演员的重新定义。流量不再是原罪，但实力必须是底线。近年来，
流量明星转型几乎成了内娱必修课。胡歌靠《琅琊榜》翻身，朱一龙凭《叛逆者》转型，而肖战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径，用《藏海传》这种高密度权谋剧正面硬刚演技。郑晓龙导演说过，演员转型不是一部戏的奇迹，而是长久在现实主义创作中锤炼自己。这句话在肖战身上格外明显，从《陈情令》到《王牌部队》再到《藏海传》，他的角色跨度一次比一次冒险，甚至主动淡化明星光环，去啃硬骨头。但争议依然存在，有人翻出他早期作品里的青涩片段，说演技提升空间还很大。也有人反问，如果肖战能靠《藏海》提名影帝，那是不是说明流量和演技的边界本来就是个伪命题？这场争论短期内不会停歇，但一个趋势已经明朗，市场正在用投票淘汰空心流量。就像《藏海传》里那句台词，仇恨会腐蚀人，但实力能让你重生。无论最终是否夺影帝，肖战和《藏海传》都已经改变了行业方向。这是国产剧，也是流量演员的一场集体胜利。金莲花奖颁奖礼进入倒计时时，舆论已经出现一个明显变化，大家更愿意谈作品、谈演技、谈角色的价值，而不是讨论顶流的争议性。这说明观众正在用作品重新衡量演员，平台在用数据刷新行业认知，奖项在用提名打破流量及原罪的偏见。行业正在淘汰空心明星，拥抱真正投入创作的演员。即便肖战最终没有拿下影帝，这次提名已足够说明一切。他已经跨过了从偶像到演员最难的一道门槛。就像剧中那句台词，仇恨会腐蚀人，但实力能让你重生。如今的肖战用作品完成了属于自己的重生，而藏海那个沉默、隐忍、背影凛冽的角色，也将比任何热搜都更持久地留在观众心里。如今的金莲花奖颁奖礼倒计时已经开始，但无论奖杯最终花落谁家，肖战和《藏海传》已经撕开了一道行业口子。当流量演员开始用巨抛式演技抢滩实力派阵地，那些关于偶像派与演技派的二分法，是不是该彻底作废了？毕竟，观众或许会为流量买单一时，但只有角色能让人记住一世。就像藏海那个沉默的背影，比任何热搜都更有分量。